来，咱做伙来去西亚市，我请你食蚵仔煎。咱福摩沙好食米百款，大家心肝底拢有家己一个美食的排行榜。当中定着要互闹搞气的，就是这项蚵仔煎经典的好食米。尤其迄蚵仔若食着有肥有大米，哦，食到到底，互咱痛甲会达志。不过你敢知影咱福摩沙的蚵仔竟然去认唔着公马，甚至有人为着这件代志发起山地证明运动。当时咱的蚵仔唔是咱的蚵仔。关于台湾蚵仔新世之谜，一旦讲是高调不断，就甲台湾本土连续剧同款，互人看袂清剧情的走向啊！阿母啊，阿母啊！无呀，你为什么要反背我？反背？哎呦，安尼啊，你是咧讲啥？我哪会听无？你家己看，这是亲子鉴定报告。你还有啥物话通我讲？这啥物啊？我唔是阮老爸所生，请用遮济年的囡仔，竟然唔是我的，我无法度接受啊！哎呦，迈克啊，我总算找到你了，迈克啊！哎呦，啥物迈克啊？你是谁啊？哎呦，你甲我放袂记啊吼！迄3年前哦，你按山坎搬落来，迄生死未卜咱，后来哦失去记忆。其实哦，你的名唔是叫阿贤啦，迄嘛唔是什么太平洋公司的员工，你是迈克阮翁啦，你是咱囡仔的老爸，迄嘛是哦葡萄牙公司的董事长呢。哎呦，我即马哦大家足乱的啦，哦，我到底是啥人啊？我无法度接受家己啦哦。顶头这个新世之谜是为咱福摩沙真实的故事来改编，而且这个故事的起源地正是甲钱有关系。警察讲主角唔是伫外口偷生，嘛唔是阿舍囝，是伫咱福摩沙日常的食材蚵仔。蚵仔是咱福摩沙真重要经济性海产，为日本时代到今，产业历史超过100吨啊。2021年渔业年报的资料讲，咱蚵仔年产量有17954吨，产业价值差不多新台币40亿，这个会惊人哦。有日本学者来到咱福摩沙咧饲蚵仔的时，所发现讲，咱福摩沙的蚵仔甲日本的蚵仔，敢若无啥共咧。这声都怪奇咯，明明看起来都真相像，拢是太平洋蚵仔，是安怎伫咱日本会当饲甲肥大面，伫咱福摩沙遮就饲袂大面咧。这学者就想讲，要来做渔人婆，甲咱福摩沙的蚵仔甲日本蚵仔来讲亲情，望因后一代体价会搁较好。无疑五因拍几落摆了后，这个优生学的理想煞正式来宣告失败。当研究人员开始咧怀疑人生的时阵，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咯。敢讲福摩沙的蚵仔唔是太平洋蚵仔？前甲当都唔捌有人安尼想过。到日本、韩国甲中国北边迄蚵仔，拢嘛太平洋蚵仔呢？因唔则掠准讲，咱福摩沙的蚵仔应该嘛就是太平洋蚵仔才对啊，嘛该合理嘛对无？料想袂到讲，农委会水试所透过 DNA 来鉴定，所发现咱福摩沙这个蚵仔种，正经唔是太平洋蚵仔，颠倒是葡萄牙蚵仔呢。因顺这个线索甲树落到地，愈树愈趣味，还搁伫后壁。头起先因掠准葡萄牙蚵仔是来自伊美利卡半岛，结果这个葡萄牙蚵仔的种根本就唔是外国种，是正港咱在地福摩沙的囡仔。地福摩沙，咱也才有研究去推论葡萄牙蚵仔的背景，上早伫咧16世纪大航海时代，因为欧洲甲中国南海商船节互相来往，来自台湾的蚵仔就安尼掉伫咧葡萄牙的商船船底。互船只一路带去到伊比利半岛生态，无丢伫，就互科学家加号一个葡萄牙蚵仔的名。结果大家拢无料想到，葡萄牙蚵仔的祖先就是来自半粒地球远的台湾。一直到2016年，这个新世背景才去互人压出来。也毋过科学家是安怎样知影的呢？一般讲起来，要鉴定物种的时，会先对形态去比较侦查，但是头前有讲到。台湾蚵仔甲太平洋蚵仔外观真相像，
沿和蚵仔逐工面对面相对上的养殖人员也无法度分别，所以咱就要进入下一步去比对 DNA 的序列。也毋过问题来啊 ，DNA 的序列遮尔济，若是规组拢爱分析，是要母甲伫当时。事实上，咱有一个非常有效率的方式，就是比对粒线体当中的 COI 基因序列。COI 基因序列比其他 DNA 序列的突变机会更较悬，伫咧无共物种之间相差也愈大。所以科学家要确定台湾的蚵仔是倒一种蚵仔，只要甲台湾的蚵仔甲别种蚵仔的 COI 基因序列摕去比对，就分类出来了。农委会水试所甲中研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的团队，经过4年的研究，2016年发现台湾的蚵仔甲附近地区的太平洋蚵仔是无共物种的，颠倒和葡萄牙蚵仔相共。不过，知影台湾蚵仔甲葡萄牙蚵仔相共种以后，如果是安怎通判断讲啥人是啥人的祖先呢？这就要透过分子亲缘关系分析，也就是 DNA 序列比对，和人类同款，蚵仔爸母的基因会遗传给囡仔，而且每一代拢会经过重组甲突变。若是有一种蚵仔的 COI 基因比另外一种蚵仔有愈侪解突变，伊真有可能是经过愈长的时间去演化的。研究的结果就发现讲，葡萄牙蚵仔比太平洋蚵仔的 COI 基因有突变愈侪解，这就表示讲，葡萄牙蚵仔比太平洋蚵仔较资深。说落来，若想要知影葡萄牙蚵仔的祖先发源地，除了研究突变的济少，阁要增加演过地质事件去分析。但交轮团队推测，台湾4颗链长的葡萄牙蚵仔，是伫咧16000年前冰河退去了后，才开始大量生碳的。然后，伫4000年前，蚵仔的生态开始变稳定，而且台湾的葡萄牙蚵仔基因多样性比其他地区拢较悬。这结果拢证明讲，台湾真有可能才是葡萄牙蚵仔的故乡。16到17世纪，经过人类活动，也是对船只才去到葡萄牙沿海的海域。另外，葡萄牙、西班牙、甲法国南部和欧洲等等地区的葡萄牙蚵仔，伫咧1960年代其实就调剂判别，大规模灭绝了后，改对日本引进太平洋蚵仔来饲。所以目前葡萄牙其实真罕得看到葡萄牙蚵仔，而且台湾的葡萄牙蚵仔伫咧几多年前嘛因为判别大规模死亡，但是也无亲像欧洲的蚵仔安尼死了了。所以咱会当判断讲，台湾的葡萄牙蚵仔基因多样性因为较悬，所以整体族群面对环境的变化嘛较有机会活落来。春夏秋冬四季天，风花雪月竞相连。颜辉南北知寒暑，人月东西明理千。台湾的地理环境千变万化，下下台湾海峡才有材料发展出咱特有的基因资料库。台湾葡萄牙蚵仔遗传多样性悬，有真侪咱才有的基因型。地球的生态环境需要咱好好来保护。蚵仔介好食，但是咱的蚵仔常常因为有人乱排污染源，致使蚵仔吸收伤侪重离子、重金属，变成青色蚵仔的悲剧。好啊，享受了，今日的故事也讲完。我是 Smart， 咱后回再上啊！唔对，行，咱做伙来去踅夜市，食蚵仔煎啦！